雇佣合同。哎，你们家这个丁依依啊，门槛真精啊，太聪明了。这孩子太灵了，他能出这样的 idea，以后考藤校绝对不成问题。你还夸他呢？他那点小聪明从来都不用在正道上。哎，不过这个丁志远当了雇佣老爸以后，每天在家买菜做饭、洗衣服、扫地，所有事情都是他干。到了晚上，他还辅导丁一的功课。他可真成了陪读爸爸了。打持久战了。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想，我倒要看看他能坚持到哪天。我就是气不服，他想要复合，没那么容易。哎，你这是给我秀恩爱吧？心里美得很呢，是吧？哎呦，你有这样的老公，瞎折腾什么呢？那你要这么说，杨总也不错呀。哎，人家以前可是锦衣玉食的大老板，我听说现在到快餐店去打工了。这么能屈能伸的劲儿，以后一旦抓住机会，肯定能翻身。他呀，就是被他这种自信给蒙蔽了。他到现在都不知道，赚再多的钱，那最多在我眼里只是一台印钞机。你看我看莫奈的画能够看一整天，读 Jane Austen 的小说，我能感动的拿起个小本再抄一遍。那他呢，就知道给我买包包，他以为能买回来的那都是幸福，他根本不懂得生活，不懂女人，不懂我。所以，即便他赚再多的钱，土大款一个。我怎么觉得你这也是在跟我秀恩爱呀？哎，谁难受谁知道，right？ 冷死了，进去坐吧，我给你沏伯爵茶。我要吃你烤的小饼干，提拉米苏，今天快快快！一只披萨。Thank you。啊 ，Thank you。 Can I help you? I'm just a check。Impressionist， 印象派。妈，你是不是感觉我爸最近进步特别大？进化论被你爸爸诠释的匪夷所思了。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他在接受你对他的改造？妈妈可没那么大的能量啊。不过你爸爸最近的确是有些变化，变得我都有些不敢认他了。那多好啊，就当做谈一次恋爱。看我爸现在，又是买花，又是请你看画展的，多有格调。你妈是少女啊，需要她这么哄吗？妈，你需要。
Good luck. Thank you. 唉，我们家现在开了暖气，都跟冰窖似的。没人爱像冰块，无法忍耐往肚带。哎，你连租爸爸这种大招都想得出来，你还需要我们想什么招啊？我也没叫你，你自己要来的嘛。再说了，我只猜中了开头，没猜中这结局，谁知道我妈不按脚本来？其实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们不要插手比较好，毕竟我没有权利去干涉大人们的选择啊。哎，你是不干涉了，那你就忍心看着这家散了，你就忍心看我每天冻在冰窖里冰着。爷，我觉得你姐说的对，爸爸妈妈们的事由他们自己做主，我们应该尊重他们。不是怎么一开会你就唱反调呢？我这胳膊就是被你气的，你信不信？我尊重他们，谁尊重我？谁尊重我？他们选择分开，我选择不让他们分开，有人听我的吗？是他们能选，我也能选。我就是万能胶，我就是橡皮泥，我死皮赖脸、死皮赖脸也给他们粘一块儿。必须粘一块，我支持你姨。必须粘，必须粘。你光声援我没有用啊，你得给我出招。你怎么让胡阿姨跟杨叔在一起的？看见这拐了吗？要不然你再断条腿。不是断个胳膊了吗？要不再断个腿？啊？嘿，这可不可以啊！我已经说过了 ，I can help with counseling you guys， 但是我绝不干涉。不干涉，不干涉不行啊！不干涉这家真没了。你找着爸了，我没爸；我找着爸了，你没爸，这不恶性循环吗？你别忘了，咱爸可是物理学家。你这样给他逼急了，弄个人格分裂，他报复社会，你有辙吗？什么负能量装置、二次元闪电、小霹雳、小宇宙、小龙卷风的，世界末日。对，我们得拯救世界。这个家不能散，这个婚不能离，我的爸妈不能分。那你说咋办？我有一个办法。哎，算了吧。别算了呀，你赶紧说。我的办法太幼稚了。你赶紧说，别磨叽。《大话西游》里，至尊宝曾经为了追寻自己真挚的爱情，历尽千辛万苦去追寻那个月光宝盒。幼稚，哪儿来的月光宝盒？等会儿，让罗范说完。我的意思啊，是让丁一的爸爸1天以内把错过的所有时光都追回来，让时光再倒流一次。So boring， 哪来的时光机啊？下回开会你别来了，我怀疑我的腿也是被你气的。嘿，还嘿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哎，洋洋，来来，妈妈给你炖的冰糖雪梨加了川贝，赶紧喝。冰糖雪梨还加了川贝，这一看就给我爸炖的呀。你腿好了，嘴平了是吧？润肺清热，预防感冒的。我又不咳嗽，我也不感冒。
我回来了。哎，爸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开会晚了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？爸爸请客，咱们去外边吃去。都几点了，还能没吃吗？爸，这是我妈刚给你炖的冰糖雪梨，还加了川贝，说是喝完之后清肺止咳，你就不咳嗽了。妈，那你跟我爸先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听你话。老龙壶里给你装了，你记得明天带上。趁热吃吧。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热去。谢谢。现在丁董事袁泉拿你没办法。哼，就没有他这样的。哼，我也想原谅他呀。他好好跟我道个歉，啊，让我咽下这口气不就完了吗？得有人去且有人，丁老师还是想保住这个家。哈哈，那是我不想保住这个家呀。我让他签离婚协议的时候，哎，他毫不犹豫的就签了。哎，杰瑞，你怎么帮着丁志远说话呀？好好好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我看出来你为什么选择回归家庭。我是精力有限。你太喜欢跟丁老师互动，你上瘾了。我现在家里是千疮百孔，等我把这些窟窿都补上，重整河山之后，我再到你公司来，从头开始。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Thank you。看到了吧，老爸可是做到了一人一份，一视同仁。哼，所以你给我起名叫丁依依，是吗？我给你起丁依依这个名字是有用意的，我希望你做事情要专心致志，一心一意，将来你的事业才会一帆风顺。行，别说我了，你那时光长廊准备怎么样？有你们两个人这么帮我，应该差不多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到尽量的完美。哎呀，放心吧，爸，你这么良苦用心，我妈还能不接受？肯定接受。对了 ，Daddy， 我想去中国考大学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太好了！你要去中国的话，我也能回中国了，是吧，爸？那个，丹娜，你想考哪个专业呢？我想学建筑设计。等会儿，我插一嘴，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啊？你不说你要学服装设计吗？这会儿又建筑了。之前是有这个打算，可是 Summer 跟我说，他之前最想学的就是建筑设计。是吗 ？Summer 跟你说的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？因为他当年在考试之前遇到了一个会唱歌的男生，当时他觉得那首歌就是专门为他唱的，所以最后就选择了那个男生的专业。哦，这个男生就是40来岁的丁某吗？拿你爸打岔是吧？哎 ，Summer 现在怎么样啊？他跟那个 David 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？他和 David 在一起完成他的梦想 ，Summer 很幸福。幸福就好。找什么呢？找啥呢？没找啥。那你探头探脑的？
好，找我爸了吧？谁找他？他最好永远都别在这家里待着。行了，在厕所里呢，好像进去好长时间。故弄玄虚，啥存在感？哎呦，你就别损我爸了。你说他现在天天的，除了买菜、洗衣服、做饭，他就把自己关厕所里，为什么呀？就是怕跟你有正面交锋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谁愿意把自己的领地归到那个1亩3分的不毛之地？就饶了他吧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说你一个小孩不好好学习，老管大人的事儿干嘛？手不疼了是吧？去厨房把碗洗了。哎呦，手疼，刷不动碗了，我回屋睡觉去了。哎呦，屁股也疼，哎呦，可怜呐，哎呦。行，那就这么办。爸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对了，爸，你见没见我照片啊？还有咱们家相册。是我拿的。你这偷偷摸摸拿他东西呀，也不跟他说一声。我就是特别喜欢，拿出去多冲洗几张。哎，你怎么咳成这样啊？你吃药没有啊？我一会儿出去买药。家里有，还有你这身衣服多少天没洗了，你上去洗个澡吧，去吧。哎，我这就去洗。妈，我爸真的太可怜了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就他那样啊，不知道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呢。妈，你想多了吧？我爸每天在外面那么辛苦，怎么可能还有事瞒着我们呀？他瞒不了我。哎，搞不懂，搞不懂。我看书去了。圆圆，我记得你曾说过，如果有一天不跳舞了，就开一间咖啡屋。你说喝咖啡的人是先苦后甜，你希望能有一间这样的咖啡屋，每天跟他们一起分享快乐。这间咖啡屋，我终于完成了。我这辈子对你们娘俩错事做得太多，一直希望能做点什么，来弥补给你和儿子带来的伤痛和委屈。
但怎么做都力不从心。这间小屋希望能弥补我的罪过。我错了。可惜呀，我明白的太晚了。我希望能得到你和孩子的宽恕。如果这是唯一能走向你们的路，多苦我都会坚持走下去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是有多爱这个家，多爱你们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的做一个好丈夫，当一回好父亲，好吗？
当年我跳舞的时候啊，就幻想着自己开一家 bakery 咖啡店，地方也不用大，就4、5张桌子，店名都想好了，叫原来。紫色的雏菊，绿色的满天星，白色的蝴蝶兰。整天啊，房间里就放着潇洒的舞曲，淡淡的烤曲奇的香味儿，弥漫着整个空间。妈，看这个。是什么？哼，他这是要跟我摊牌了。李娜，我不想再欺骗你。你现在看到的，是从我出生，一直到我希望我生命结束的那一刻。这些日子，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走过。1975年，我出生的年份，也就是这一年，我爸决定把家搬到上海。我爸跟我说，他是北方人，他受不了南方那种阴冷潮湿的气候，所以腿一直疼，一直疼到现在。7、8年对我来说很重要，虽然那一年我才3岁，但是我知道我的老婆降生。1981年，我开始上小学。我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，一直是学习课代表，而且是第一批红领巾的佩戴者。87年，我考上了市重点中学。那年我10岁，第一次因为考试不及格，被我妈打了。93年，我考上了大学。你要知道，物理系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，那是我爸爸的梦想。但是我拗不过他。OK， 好，那就物理系。95年，那年夏天考进了大学。对。她是我学妹。我享受了初恋的快乐，也承受了分手的痛苦。后来她突然走了，
我考了研，他离开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留下。我不知道他那会儿已经有了戴安娜。他那会儿肯定很痛苦，也没有人能替他分担他的委屈。听依依说，戴安娜要考回上海，到时候让她住家里吧。谢谢。2000年，这是千禧年，我遇上了你，老婆。那会儿我还不是你的老婆。01年我们结婚了，有了依依。那会儿我没有那么多的课，你也还没有开公司。对，我记得是第2年，我开了公司，刚开始只有5个人。从那以后，你就越来越忙，忙得都没有时间照顾依依。08年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依依生了一场大病，当时你在出差，然后我是在实验室，是奶奶和爷爷把孩子送到医院。医生说孩子发烧烧得这么高，你们怎么才送过来？要是再晚送一点的话，真的那个后果，我到现在都不敢想。是，我错过了很多陪伴依依成长的时光，所以我要努力工作。我想给依依最好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。2016年，这一年是我们2个人吵架最多的一年，因为这一年你决定要把依依送到国外去读书。是，那时候我被金钱蒙住了心，觉得只要有钱，什么事儿都能解决。2017，变化最多。你不再做公司的老大，成了陪读妈妈。我呢，教授没评上，然后偶尔过来陪你一起来当陪读爸爸。但是，不管你怎么变，有一点是改变不了的，那就是我们是一家人。老婆，你看，前面的路还很长，可能今后我们还会有争吵，还会有纠结，甚至有可能还会有善意的谎言。这个世界上有一股力量，也许能够摧毁一切，但是我坚信，它摧毁的只是物质上的，有一种东西是它绝对摧毁不了的，那就是我们血浓于水的亲情。除非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。这是2045年，这一年我要停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原本给自己设计的寿命是80岁，但是因为在夏天和戴安娜的事情上面我有所隐瞒，有欺骗，所以自动缩减寿命10年。剩下的路，老婆，你要自己度过。不，我不同意，丁志远，我要惩罚你，罚你陪我一辈子，罚你陪我走完这一生。我觉得我特别的自私，因为我希望我这一生是由你陪伴着走完的。剩下的路，你要陪着依依好好的走下去，志远，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一直板着脸。我
其实一直都在装，就希望你能求我一下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心里其实一直不好受，我知道我也有错，我不应该那么小心眼儿，不应该一直揪着你那一件事情不放。如果要惩罚，那就连我一起罚，我们一起减少失眠。爸妈，你们可别想扔下我啊！你们都年轻着呢。还有，不允许在没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篡改年龄。走吧，咱们一家人的路还长着呢。灯火阑珊，眼中晃动着彼岸的灯塔。你想我吗？让大海替我壮大，为你一风一度的牵挂。只想和你在一起，才有未来的意义。多少暴风雨都陪你同行，就只有我们在一起。希望谁人去相信，爱的力量赋予。Always with you。罗盼在全美高中生数学竞赛获得第1名，被温哥华中学破格录取，成为正式生。杨洋离开了温哥华，他接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 offer。丁一陪着姐姐一起回国参加入学考试，我的这段陪读生活也暂告结束。多少牵挂，却含泪忘了。从职场走向厨房，这个人物转型不是一个转身那么容易。孩子、家庭、夫妻情感等等这些以往被你忽视的问题，由此将改变你要面对的一段崭新的人生。陪读妈妈要让一个女人保持贤良淑德、劳而不怨，需要无比强大的内心和毅力。在陪读妈妈的心里，每一个愿望的过程远比结果重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的人选择了随遇而安，有的人选择了坚持到底，也有的人选择了中途退场。大家一直在谈论作为陪读妈妈这种付出是否值得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在温哥华的这段陪读生活，我远不如那些资深妈妈更有体会，更有感触。我只能说，如果你有这个打算，劝你谨慎；如果你已经开始了，劝你坚持。值不值，这不是一次投资。没有体验，没有挫折，没有逆袭的生命是难以成长的。你若纠结，它会让你痛不欲生；你若淡然，它能让你散发出女人最率真的味道。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，而是所有陪读妈妈在经历陪伴之后的真言。